我拼命减肥，不择手段，终于从150斤瘦到了90斤。我捏着裙摆，小心翼翼站在他面前，问他当初那份赌约是否还算数。他伸手把一旁身材窈窕的少女勾到怀里，看着我的衣服，漫不经心地笑。瘦是瘦了，穿得太土。我一下子觉得索然无味，看着玻璃里映衬出自己的模样。是瘦了，但是眼窝凹陷，精神萎靡，甚至连好看的衣服都没来得及买2件。许是减肥节食过度，出了咖啡厅的门，被强烈的太阳光晃晕了眼，一下子栽倒在地。等我再睁开眼时，天已是暮色了。我手撑得想要起来，却感觉肉感十足。我低头一看，粗手粗腿，腰肥膀圆，我居然穿越回来了，回到刚下定决心减肥的时候的我，实打实的150斤。如果没记错，应该就在前2天，段毅找到我说要跟我打个赌。我到现在仍记得他当天的模样，毕竟是我喜欢了好几年的人。他手上随意转着篮球，身后是随着他的晃动一下一下投射过来刺眼的光。江桥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思，从高中到现在，我们要不要赌一把？如果你能瘦到90斤，我可以考虑考虑你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神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。现在回想，他肯定就是打心底里厌恶我，所以吝啬到一个眼神都不愿意给我。但我不仅胖，我还傻呀。我同意了，哪怕只有一丝丝希望。结果回宿舍后，我就绝食3天，以至于现在洗完澡低血糖，直接倒在了路边。我勉强站起来，晃晃悠悠地去教育超市买点糖。回来的路上偶遇了段毅，身旁还有一个女生，哪怕夜色过浓，我也能看出她的姣好身材。我放慢了脚步。我听你朋友说，你跟江桥打了赌。我听出来她的声音了，跟我也是高中同学，顾涵，跟我一样，喜欢段毅多年。段毅回答的有些敷衍。那他要是真瘦下来了，你真要考虑他呀？顾涵的语气里透着不屑和几分可笑的顾虑。你觉得他能瘦下来？段毅偏过头看了眼顾涵，语气满是嘲讽，也就张朝他们非拉着我打赌，他真瘦下来再说吧。我停下脚步，嘴里含着的糖此刻就像一块个人的冰渣。回想起那半年努力减肥的我，逐渐搞垮的身体，一次又一次重拾的信心，原来在段毅这里不过是一个随口而出的赌约，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。我回到宿舍，把宿舍里之前囤的所有零食全部都拿了出来。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每天不吃饭，晚上饿得出来翻零食吃。收拾到一半的时候，舍友陈家突然阴阳怪气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准备放弃啦？怎么开始翻零食了？我手一顿，抬眼看向他。这个世界就是对胖的人充满恶意，哪怕眼前的陈家穿着吊带睡裙，露着纤细的胳膊，有着纤细的身材，也要对我冷嘲热讽。但他的嘲讽只会助长我的士气。我笑了笑，把零食分给了其他舍友。陈家，这些吃的我就不给你了，都是高热量的，怕你吃了影响身材。陈家脸色一僵，很快又恢复神色。没事的，我天生就这么瘦，根本吃不胖。我装作什么都没听见，不想搭他的腔。我拿着手机下载了几个减肥软件，顺便去关注了几个减肥博主，做了接近2个小时的功课。重生前的我，减肥的阶段永远停留在节食和催吐，从来没有想过去运动。哪怕后来真的瘦下来了，因为催吐反酸，声音也受了损，更别提胃部的深层损伤了。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肥肉，我自己看着都嫌弃，更何况别人呢？第二天早晨，我空腹喝了杯咖啡，然后翻出尘封已久的运动鞋，穿上去了操场。我嗅着清晨的青草香，神清气爽。我挑了首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，慢跑了大概半小时。说不累是假的，跑完我全身是汗。我一边擦汗一边往宿舍走，经过篮球场的时候，看到了篮球社的人在晨练。我这该死的惯性动作，眼睛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段毅，偏偏他也看了过来，明显眼神一愣，甚至还看了眼身后的钟，仿佛在这个点看到我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情。我迅速移开了眼神，倒也不是什么欲擒故纵，而是我现在满脑子只有减肥，根本没有他。以前遇到段毅打篮球的我，永远都会下一秒就屁颠屁颠跑去给他买水，也不敢上前递给他，
只敢放在篮球场旁的凳子上。然后听着他那群朋友起哄说：“段毅，去呀，你家小胖妞给你送水了。”段毅永远都会黑着脸，以至于后面遇到我都装作不认识，毕竟肯定会觉得丢脸吧。我摇了摇头，把那些烦心事抛在脑后。跑完步真的很容易饿，刚进食堂就闻到一股包子的香味，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逼着自己不去看那个方向，快步去买了2个鸡蛋和1根玉米。具体的热量还没有研究到位，但是鸡蛋和玉米肯定比包子热量低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一直早起跑步加控制饮食，体重立马掉了6斤。看到这个数字，我有些心惊，掉得快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毕竟重来一次，我只想健康减肥。就在我打算搜一下博主的经验的时候，陈家突然凑了过来，144斤。他盯着我的体重秤，看来你这个绝食还是蛮有效果的呀。我都不知道他哪里看出来我绝食了，我懒得搭理他，准备下楼跑步。今天下楼有点迟了，操场已经有不少人在跑步了。我像往常一样拉伸了一会，开始慢跑。在跑到第3圈的时候，我突然一下子呼吸不畅，心跳加速，感觉全身血液一下子发凉。虽然我已经停了下来，但依旧眼前一黑。在差点摔倒在地的时候，有人稳稳扶住了我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是个男生。我说不出话，只是摆了摆手。我扶你坐下来。他牵引着我到主席台下的阶梯坐了下来，感觉他在翻找着什么，然后一块巧克力递到了我唇边。我下意识含住吃了进去。我看你跑步好几天了，估计低血糖了，最好每天多加点碳水，不然身体经不住耗。他在一旁说着，我的视线也逐渐清明，缓了过来。谢谢你，我会注意的。我看向他，确实有点眼熟，这几天跑步都能遇到他，一眼就能感觉出来的阳光健康的身体，偏偏脸倒是挺清秀的。你对这个很了解呀？我看他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打算请教一下。我也是减肥过来的，对你现在这个状态比较熟悉。他笑了笑，要不我们先去食堂吃个早饭，我看你这样子肯定是没吃早饭。好。我点了点头，跟着他站了起来，视线随意飘到了主席台上，对上熟悉的眼。段毅，眼神有些奇怪，想必他也看到我差点晕倒了吧，或许在他眼里我现在就像个苦苦追寻他的小丑。我在他的眼神恢复厌恶嫌弃之前赶紧移开了。哦对了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叫萧楚。身边的男生突然开口。我叫江乔。你也是19级的吧？萧楚帮我掀开食堂门口的帘子。对。到了点餐窗口后，我看萧楚拿了2个鸡蛋、3个玉米馒头和2杯豆浆。我后面接着点餐，一时没问，估计男孩子就是吃的比较多吧。我依旧拿了2个鸡蛋、1根玉米。端着餐盘坐到位置上的时候，萧楚突然往我餐盘上放了1个玉米馒头和1杯豆浆，及时补充碳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可是馒头会不会热量有点高了？你现在还在减脂初期，适当摄入没关系，等体重下来之后再严格控制，不然你身体吃不消。好的，谢谢。豆浆也可以每天都喝1杯，或者买点抹茶粉，都可以提高代谢。黑咖啡的话，建议初期还是先别喝了。萧楚一本正经地给我科普，我心头一暖，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才好。中途还跟萧楚加了联系方式，他说以后我有什么减肥遇到的困难可以问他。吃完早饭去放餐盘的时候，又遇到了篮球社的人，也包括段毅。我真是服了，以前喜欢他的时候，天天想方设法偶遇他也见不到几次，现在不想看到他，到处都能偶遇他。我端着餐盘，想假装没看到他，事与愿违，身后传来熟悉的起哄声。我靠，一哥，你那个小肥妞怎么跟别的男的一起吃饭啊？这小肥妞受刺激了。你懂什么？人家这叫欲擒故纵。随之一阵哄笑声。段毅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。换做以前的我，此刻必定是面红耳赤，仓皇而逃，但现在我懒得在这群不懂尊重的人身上浪费我的情绪。至于段毅，确实没有对我有过什么过分的语言羞辱，但沉默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参与。我把餐盘丢进桶里，声音有些响。
不仅是餐盘，我的肥肉还有段誉，我都会统统丢掉。跟萧楚道了别，我回到宿舍，打算重新调整一下我的减肥计划，主要是饮食方面。我决定把一天中的碳水80%放在早晨摄入，中午荤素搭配加一点碳水，晚上蔬菜水果管饱。由于饮食量上来了，运动量肯定得加一点，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在宿舍跳操。考虑过跳绳，但是基数太大，怕伤到膝盖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我去食堂打包了午饭回来，进宿舍的时候正好碰到陈家也在吃午饭，估计察觉到我突然回来，他立马把一个小碗推到一个我这个视角看不到的位置，但我依旧看到了。陈家拿着筷子夹着蔬菜，一下又一下的在清水碗里涮油。我勾了勾唇，一面在大家面前有意无意表达自己天生易瘦体质，一面又悄悄的吃菜涮水。何必呢？我不想拆穿他，何况我从来也没有嫉妒过他。吃完饭，我在网上买了一些低热量的鸡胸肉成品回来，打算饿的时候顶一顶。还去问萧楚要了抹茶粉和豆浆粉的链接，再加上一些运动基础必备品，花了不少。减脂也挺费钱的，成本虽高，但是一想到之前瘦下来的我，身材苗条，我心里的欲望又燃了起来。慢慢挨到了晚上，我点开一个直播间，跟着博主开始跳动。大概跳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原本躺在床上的陈家突然出声：“江乔，你跳的低都在震动，真的很吵哎。”语气抱怨不满。我看了看运动手表，晚上8点整，但我懒得跟他吵，默默收起平板，出门下了楼。以前全身心扑在段誉身上，倒是没注意陈家是个挺有心思的人。得知我减肥，先是假意劝我不用减肥，当看到我开始小有成效的时候，又开始表露不爽。他何必盯着我一个胖子呢？就这么严格运动了大概有2周，在上秤的时候又掉了6斤多，现在体重大概在137左右。其实肉眼看还是挺有成效的，因为我个子比较高，1.66米，现在镜子里的我至少看起来肚子上的赘肉不那么突出了。但是喜悦很快消磨掉了，因为接下来的1周我的体重停住了，我怀疑是平台期了。我去网上搜了大量关于平台期的解决办法，最后我采取了最快速且效果最佳的办法——轻断食。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节食，但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少得可怜。每天经过食堂，闻着飘出来的香味，我恨不得生嚼自己的舌头。就在我实在忍不住打算进食堂买点玉米充饥一下的时候，我又遇到了段誉和他身边的顾寒。这次他们先发现的我，4只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，眼里不约而同露出一些惊讶之色。只不过顾寒眼里多了几分担忧。我冷笑了一下，顾寒这会儿是不是真担心我能成功瘦下来，然后从他那里分走段誉的注意力吧？说来也挺搞笑，顾寒跟我一样跟在段誉身后这么多年，但是段誉一直没有跟他在一起。实际上顾寒挺好看的，身姿窈窕，上学的期间一直都有人追他，可惜一直没能赢得段誉的心。我没有避开他们的视线，反而迎头走了过去。段誉的眼神一直追随着我，除了吃惊之外，还多了几分探究。他拧着眉，依旧那么好看。就在我要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顾寒叫住了我：“江乔，你在减肥？关你什么事？”我冷眼看过去，顾寒一怔，估计没想到我什么时候说话的语气从卑微变成了这么冷傲。是不管我的事，但我要提醒你啊，像你这种胖了这么多年的人，是不可能真的瘦下来的。就算瘦下来，你以为段誉会看上你吗？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了，顾寒不仅漂亮，还恶毒，不加掩饰的恶毒。我没说话，看向段誉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了顾寒的话，段誉的眉头拧得更皱了些。那祝你早日心想事成。我收回视线，对着顾寒说了一句就走了。轻断食果然有效，才3天又掉了4、5斤。我不敢多贪，害怕像之前一样身体会搞垮。在增加饮食之后，我依旧早晚各保持1小时的运动。运动带来的健康且规律的作息，让我的皮肤越来越好。果然那句话是对的，汗水是最好的护肤品。其实我的皮肤一直还可以，不黑但也不算细腻。自从减脂后，我戒糖戒辣，并且注意每天的防晒，皮肤越来越白皙，
透着健康的粉。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也没注意到自己皮肤的变化，还是那天在宿舍，陈家突然凑近过来，瞪着大眼睛，江乔，你涂粉底液了？我一愣，没有。那你怎么突然变白了？陈家一脸狐疑。我以前也没有多黑吧？我避开他的视线，不喜欢这么被他盯着。也是，以前看到你确实注意不到你的脸。我听懂他的话外之意，以前我那么胖，谁还会给我多余的目光，注意我的肤色白不白？我倒也没生气，多亏陈家的提醒，我发现我一个化妆品都没有。还记得重生前，好不容易瘦下来的我前去找段毅兑现赌约的那一天，他身旁站着的正是顾寒。我还记得他那天化了淡淡的妆，说不出来化了什么，但就是莫名的清纯好看。被段毅伸手勾进怀里的时候，他脸上泛着娇羞的笑意，整个人看起来小鸟依人，惹人怜爱。但是段毅吧，偏偏桀骜得很，看人的时候眼睛里永远都夹杂的不屑。我猜顾寒这种好拿捏的角色，对段毅来说根本没什么吸引力。回忆终止，我拿出镜子，凑近照了照，瘦了10几斤，脸已经小了1圈了。以前鼻头比较圆润，但好在山根比较高，现在看起来鼻子整体还不错。眼眶周围也稍微薄了一些，眼皮不像以前一样有些耷拉，衬得眼睛更大更亮。我心里有些暗喜，但现在还不是化妆的时候。化妆第一步永远是护肤，我做了一堆功课，买了一些护肤品回来，打算边护肤边学习化妆知识。好在爸妈每个月给我打不少生活费，买了大全套护肤品后，还有不少剩余。以前的我就是太傻太天真，把钱都花在饮食上，从来没有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容貌投资。天气一天天变暖，我的减脂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，除了每天严格运动、控制饮食以外，萧楚还会时不时来检查我的减脂成果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要看着我的体重不断的往下掉，然后突然卡在了124斤。我知道又到平台期了，心里不免的有些焦虑，随后一个想法疯狂滋长蔓延，要不再试试轻断食吧？这次有点猛，直接断了4天，而且是一点碳水都没摄入，每天靠着一点可怜的蛋白质过日子。不知道是不是饿得神志不清了，我居然忘了今天下午有体育课。我匆忙补了一块面包，换上运动服和运动鞋下了楼。现在已经是5月初了，下午2点的阳光毒辣火热，哪怕刚刚吃了一块面包，现在依旧有点脚不虚浮。我到了指定的集合位置，大部分同学基本上已经到了。一开始我也没在意，结果越走近，感觉到聚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。我有些不解，直到另一个关系还不错的女生拉着我的胳膊，语气惊叹：哇，江乔，你瘦了好多呀，我差点没认出来你。我一下子了然，平时上课我都习惯性坐在最后一排，毕竟我的身材一直以来都让我很自卑，我也因此在班上没有什么存在感。而且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大课，好几个班级一起上，坐在最后一排根本没人注意过我。估计是今天户外体育课，我来的比较迟，大家都对我一下瘦了不少的身材表示震惊。我对那个女孩子笑了笑，对呀，天热了，运动运动，瘦了一点。你这哪是一点啊，你这脸都小了一大圈了，而且你现在看起来比以前好看好多啊，要不是知道你是在减肥，不然我还要以为你去整容了呢。我抿着唇，虽然知道他有些夸张了，但是心里是抑制不住的开心。体育老师到了之后，点了名，照例让我们先跑3圈热热身。我抬手遮了遮刺眼的光，有些心虚，想了想还是没请假。我跟着队伍慢吞吞地开始跑，换做前几周的我，这2-3圈根本不是问题，但是我已经好几天没碰碳水了。跑了有大半圈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附近有人提我的名字，此起彼伏的杂乱声。一哥，你看那是不是江乔啊？我靠，不能吧，他什么时候瘦这么多了？段毅，你说让人家瘦到90斤，我看他现在可瘦了不少了呀，要真瘦下来了，你真要跟小肥妞在一起呀？随即一阵哄笑声，然后我听到段毅说了句滚，不是轻佻随意，而是夹杂着愠怒。不过我也没心思仔细分辨他的怒到底是哪一层含义。跑过弯道的时候，居然看到了萧楚。我有些意外，这段时间因为我自己调整了运动时间，所以挺久没看到萧楚了。
他估计也是刚跑过圈，额头泛着亮晶晶的光。我抬手跟他打声招呼，他咧着嘴比了个加油的口势。我点了点头，但却力不从心。眼前强烈的光越来越晃眼，耳边的嬉笑嘈杂忽远忽近。偏偏小腹处突然一阵痉挛，伴随着一股熟悉的热流，我心下一咯噔。完了，我忘记今天来姨妈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已经双眼一黑，膝盖狠狠磕在了地上。我没有力气叫痛，周围一片惊呼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叫唤着我的名字，好像是萧楚，又好像是段毅。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前面晃着几个朦胧的身影。江桥，你醒了。是萧楚的声音。视线逐渐清明，萧楚拧着眉，满脸担忧。我没有力气，只能点点头。注意到后面门口还站着几个人，是段毅，身边还有顾寒和他那群朋友。我不理解，这是看我晕倒了，所以来看我的笑话吗？还在疑惑的时候，段毅突然走了过来。江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语气倒是不像之前那么高高在上了。其实我不想听，但是喉咙太干，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。你没看到他刚醒？有什么话先憋着。萧楚直起身，偏头看了眼段毅，语气不悦。我看着萧楚，有些出神，他不喜欢段毅。段毅闻言立马蹙起眉头，又恢复那种瞧不起人的姿态。也是，这么多年哪个敢跟段毅这么讲话，谁不一口一个一哥叫他。不过萧楚说出了我想说的话，我心里还挺爽。我配合地转过头，避开段毅的视线。没过几秒，段毅识趣地走了，倒是顾寒沉不住气，临走前还阴阳怪气了句苦肉计不错。我也不生气，心里偷着乐。突然脑袋上覆盖一张大手，把我额前凌乱的发丝往后捋了捋。微凉的无名指划过我的皮肤的时候，我心跳漏了半拍。老实说，长这么大还没跟男孩子有过什么肌肤接触。但是萧楚的手很快就移开了，他低头看着我，医生说你来月经了，低血糖，给你输了点液。我有些心虚，我最近平台期了，所以这几天没好好吃饭。这段时间我想多问问你情况的，怕打扰到你，不是说好有问题可以找我吗？我也一样，怕打扰你。我笑了笑，萧楚也笑了笑。对了，那个桌上的袋子里是我去超市帮你买的卫生巾，我再去给你买点吃的过来。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点点头。萧楚走后，我看向桌上的透明塑料袋，里面有几包卫生巾。我无法想象萧楚在超市里拿着几包卫生巾结账的模样，但是我知道他刚才说那番话丝毫没有遮掩不自然的神色，仿佛来月经对男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甚至嫌弃的事情。还记得高中的时候，那会痛经比现在厉害，在学校里也是诸多不方便，每次去上厕所都要遮遮掩掩。偏偏有一次大姨妈突然造访，我慌张拿了片卫生巾就去厕所，结果刚出了门就被人撞倒在地。是段毅，他原本看着我，随即又看向他的脚边，脸上瞬间浮现出嫌弃的神色。我看过去，心猛地咯噔，那片粉色包装的姨妈巾掉在了他的鞋子旁。他立马踢开，淡淡的说：恶心。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起，我愈发觉得月经是一件多么羞耻见不得人的事情。直到萧楚，他表现得那么坦荡，那么自然，一如我减肥初期遇到他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对我有别样的眼神。我心里漾着暖流。掀开被子的时候，我发现身下还垫着萧楚的外套，上面沾着淡淡的血迹。我突然觉得以前到底是为什么会看上段毅。萧楚拎着饭盒回来了，他坐在床边，接着塑料袋的结，买了点小米粥，不烫，趁热吃了吧。谢谢。一直到我喝完粥，萧楚都没离开，只是坐在一旁，偶尔看看手机，我居然没有觉得尴尬。萧楚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还有你的衣服，我顿了顿，我给你买一件新的吧。怕他拒绝我，我赶紧补充，不要拒绝，不然以后我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。估计是我的眼神过于诚恳，萧楚迟疑地点了点头。我终于放下心，你这周就好好休息，别动减脂的念头了，等过完这一周，我再给你点建议。好。江桥，别再节食了，你再来这么几次，身体会搞垮的。萧楚微皱着眉头，
神色认真。我重重的点头，我明白，重生一回已经是我最好的机会了，我不会重蹈覆辙了。萧楚看我这样，面色才轻松一些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恢复正常饮食，每天尽量少动，结果姨妈结束的当天，上称居然掉到118了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以前每次姨妈结束的时候，我都会一下子掉秤，只不过后面没注意，又立马吃回来了。想起萧楚的话，我立马给他发了消息，告诉他现在的体重。对面很快回复，这个我前段时间上网查了一下，也许是你身体激素变化的原因，姨妈走后是比较好的掉秤时期，后面1周严格控制一下饮食和运动。但是如果你觉得累了的话，现在的体重对你来说也挺合适的。他又补了一句，不累，我想瘦下去。我明白他的好意，但是一旦尝过瘦下来后的滋味，就再也不想失去。好，那加油，很快就会成功的。我发了一个点头的表情包。晚上运动后洗完澡，我照例护肤，发现这段时间皮肤细腻了很多，感觉姨妈一走，整个人变得光鲜亮丽。我一层一层的在脸上慢慢涂抹护肤品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下午到了一件快递，应该是新买的裤子，我莫名很想上身试一试。简直这段时间，我穿的除了运动裤就是运动裤，直到觉得连把运动裤的腰带系紧都有点松的时候，我终于想起来买条裤子了。刚好身上穿了一件舒适型的短背心，我就直接脱了睡裤换上，是条非常有垂感的西装裤。我照着镜子，感觉眼前一亮，腰掐得很细，跟短背心意外的很搭。其他的舍友都纷纷称赞，觉得我瘦了之后这么穿好辣妹，还跟我要裤子的链接。恰巧这个时候陈家回来了，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径直掠过我。我不以为意，自从我减肥瘦的越来越多后，陈家莫名其妙就喜欢给我甩脸色。我把手机递给一个舍友，让他帮我拍几张，舍友边拍边夸赞。我刚想要回去再照几眼镜子的时候，陈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站在镜子面前，左照右照。另一个舍友问他，陈家新裙子吗？挺好看的。陈家笑了笑，对呀，哎呀，我就是裙子太多了，都不怎么爱穿裤子，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穿裤子了。我愣了愣，也感觉到其他舍友愣了愣，谁听不出来陈家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啊？其实陈家段位还挺低的，真正高段位者哪怕讨厌我也绝对不会表现得这么明显，他连装都做不到。我挑了挑眉，陈家这么一句倒是提醒我了，夏天快到了，我该买裙子了。这2-3周我每天多加了1小时的运动量，严格控制每天的热量摄入。萧楚说的对，这段期间真的是减肥黄金期，等我再次上秤的时候，整整瘦了10斤。10斤，108，对于身高1.66米的我来说，视觉上绝对已经不算胖的人群了，甚至连微胖都不算。而且比起重生之前瘦到90斤的我，现在这个体重反而看起来更健康更显瘦，至少能看到一点运动痕迹。重新审视自己的肉体，我算是轻微梨形身材，上半身很容易瘦，尤其是腹部，现在已经有马甲线了，而且胸部也算有料。微梨还意味着我的臀部和大腿比较丰满，加上小腿因为遗传一直不算粗，现在瘦下来之后更是又直又细，动起来的时候有流畅的肌肉线条。老实说，相比较90斤有些过瘦的身材，我更喜欢现在的样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今天就去商场买裙子。到了商场后，逛了2层楼的店，在各种店员的甜言蜜语下，我买了5条裙子，基本上都是包裹紧身型的裙子，完美突出我的优点。顺带还去买了双高跟鞋，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差点笑出声，脑海里都是电视剧里丑女化妆大变身的剧情。我开心地付了钱，拎着大包小包准备回学校的时候，经过1楼的美妆区，突然想起来我还没买美妆产品。刚好眼前就是一家植村秀，就在我犹豫去哪一家的时候，帅气逼人的贵哥已经把我拉进去了。贵哥飞起的眼线，我直觉他比贵姐还靠谱。我直截了当，我没化过妆。贵哥给了我一个秒懂的眼神，立马拉着我坐下，宝贝儿，保管什么男人都配不上你。我笑着闭上眼，任凭他在我脸上折腾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时候贵哥期待的眼神，我紧张地把视线移向镜子。
我无法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，雀跃、惊讶、感动，好像都有，甚至我都不敢认这是我自己。我摸了摸鼻子，确定是我自己的，但是看起来又高又挺，眉毛挑着合适的小眉峰，眉尾细长凌厉，大地色的眼影勾勒出浅浅的眼窝，细长又不夸张的眼线微微翘起。我脑海里一下子就联想到美剧里穿着热裤叼着棒棒糖的美式甜心，偏偏又是偏橘条的口红，一下子用甜中和了酷。我伸手摸了摸一头的水波纹卷发，有些不可思议。肩膀上突然搭上了一只手，宝贝儿，别震惊了，相信这就是你自己。你化妆好厉害，我忍不住感慨。贵哥笑了笑，不是你长得比较厉害，随便画一画都这么好看。要不人家能做贵哥呢？我一口气在他这儿买了大全套的彩妆回去，贵哥还说我随时可以过来，他愿意免费教我化妆。我感激涕零，又拎好几个纸袋回学校。到宿舍的时候，我拿钥匙开了门，进门看到几个舍友用一种特别陌生的眼光看着我。怎么了吗？我把大包小包放在地上。哇，要不是听你的声音，我根本都认不出来。其中一个舍友冲了过来，盯着我左看右看。天呐，江乔，你也太美了吧！听得出来，很真诚的赞美。我笑了笑，摆摆手，别夸我，我怕飘。你知道你现在这样都可以去拍一个逆袭的电影了。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惊讶，说明今天这个妆容和衣服很成功。哦，丑女大翻身，我看过这种电影。身后突然出来陈家的声音。我耸了耸肩，是啊，我也看过，女主逆袭后可太美了。陈家眼神冷了冷，转了过去。我知道他现在肯定心里极度疯了，他连最起码的尊重都装不出来了。江乔，请你一直这么穿，我宣布你就是我们班的班花。舍友快把我夸上天了，我承认我很享受。是啊，现在放眼整个院，有几个男生能配得上你，根本 hold 不住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自觉地想到了萧楚，他还没看过现在的我。我想了想，这个妆容反正我自己也画不到这种程度，索性拍个照吧。第一条发自拍的朋友圈，我特意还换上了今天买的黑色细高跟，配上今天的棕色连衣裙，腰收的刚好，侧腰处还捏了个褶，简单极致。我找了几个角度，原相机也没什么瑕疵。刚好寝室里有面全身镜，我找了一个最凸显身材的角度，拍了几张。不过 P 图我是真不太行，随便调了调色就发了出去。不出1小时，朋友圈点赞评论数已经过100了。我莫名有些紧张，有些忐忑。我在众多夸赞的评论里细细翻找，想找到萧楚是否留下评论，结果没有。我有些小失望，又去仔细看了看点赞，还没找到萧楚，却看到段奕给我点了赞。今时今日，他给我点赞，我心里却没什么波澜。退出朋友圈，回到消息界面，有好几个未读消息，分别来自萧楚和段奕。我立马点开萧楚的聊天框，简直很成功。你也很美。得到如愿以偿的夸赞，我抑制不住笑意。今天我去商场买衣服了，上次弄脏你的外套，今天我已经买了一件新的了。好，辛苦了。那要不要一会见个面？我把衣服给你。照片不过只是照片，我存了点私心，我依旧想把自己最美的样子当面给萧楚看。好。对面回复得很快，我跟他约了一个时间，我稍微收拾了一下，带上给他买的新外套。下楼的时候才点开段奕给我发的消息，江乔，我们聊一聊好吗？还有一条间隔15分钟的消息，我在你楼下。我皱了皱眉，他依旧这么霸道的不可理喻。果然我下楼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看到我出来，他明显露出讶异之色，甚至整个人变得有些迟钝。江乔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他眼神褪去了往常的冷漠与不屑。我点点头。其实我本意不是想让你瘦到90斤。他眼神有些飘忽不定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你就是想看我折磨我自己，什么赌约都是不算数的。我直直地看着他，语气非常平静。他一下哽住，江乔，对不起，你不用道歉啊。我眼神有些困惑，我承认以前是喜欢你，
但是现在对你没有一分一毫的在意了，所以你道不道歉对我没有任何意义。段奕睫毛微颤，眼里满是难以置信。江桥，我知道以前我脾气太差，伤害到你了。你前2周晕倒了，我才发现我真的很担心你，我怕你身体垮掉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发自内心的想笑。可他面对重生前90斤的我时候，眼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啊。我审视着眼前的人，发现我不过是个简单的视觉动物。突然感觉无话可说，我准备转身离开，胳膊却被他一把抓住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不好。身后传来萧楚的声音，很快身侧传来他的温度。萧楚一手搂着我的胳膊，一手把段奕的手拿开。随意践踏一个人的心意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关你什么事？段奕带有敌意地看向萧楚。你还是那个样子，愚蠢自大。萧楚说完，带着我离开了，我却心乱如麻。我从来没有跟萧楚提过我和段奕的事情啊，他刚刚怎么会那么说？江桥怎么在发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陷在我面前，借着路灯观察着我。哦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外套，一模一样的。我把纸袋子递给他。谢谢。萧楚接过袋子，眼神却没有在我脸上移开过。你在想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萧楚的声音比今晚的月辉还要温柔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带着猜测试探。萧楚突然勾了勾唇，我第一次看他眸子里映着这么深的笑意。江桥，我见过你很多次，以前那个胖胖的你，追随段奕的你，为了他瘦到90斤的你，还有现在眼前的你。我心间一颤，你也重生了。萧楚伸手撩了撩我额前随风飘扬的碎发。或许你不记得了，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180斤的胖子，大家嘲笑我孤立我。有一次他们辱骂我的时候，你手上抓着一包薯条，满不在乎地跟他们说胖又没吃你们家米饭，多管闲事，然后把那包薯条塞到了我怀里。你当时真的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孩子。萧楚认真回忆着，眼里闪着细碎的光。但是我没太多印象了。其实大学里我已经瘦了很多了，只不过后来你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段奕，甚至为了他搞垮了自己的身体，所以重生后我只希望你健康。我抬头看着他，感受着心里的情愫，在这浓重的夜色里飘动凝聚。萧楚，他轻叹一口气，我知道，不急慢慢来。后来他带我去了操场，我们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没有尽头。他还说见过我那么多次，最喜欢现在的我，健康有力，自信明媚。